对某些人来说，这只是我穿鞋和袜子的片段；对其他人来说，这看起来真的不可能。而对于少数人来说，他们意识到这被称为老年人测试。目标是简单的穿上袜子和鞋子，而不让穿鞋子的脚接触到地面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保持身体的平衡。想象一下，有一个测试，可以通过你每天的生活习惯来判断你的身体健康年龄。信不信由你。能够在不失去平衡的情况下完成这个动作，意味着你在40岁以上的人中仅占14%，这可不是什么好事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Next.com 的运动员治疗师 Jeff Cavalier。当谈到长寿和随着年龄增长的生活质量时，有3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始终保持。第一是力量，第二是心血管健康，第三，往往被忽视的是你的灵活性和活动能力。今天我有5个不同的动作，它们是你目前仍然需要能够顺利完成的重要指标。无论你多大年龄，都能最大化生活质量。好的，第一个我需要你能够做到的是单腿硬拉。好的，这个动作与你可能正在努力克服的老年人测试有着很大的关联。它将全面测试你的身体平衡、臀部力量以及我们所称的臀部铰链能力。这是你可以进行的最基本且重要的动作之一。要用一条腿来支撑身体，你不能只是弯下身子，这也是你失去平衡的部分原因。你要先坐回去，明白吗？尽量坐得远一点，想象有个抽屉在你身后，你要用臀部把它关上，然后再同时用手向下伸，主动抬起这条腿向后。这样抬起腿会激活对侧的臀肌，帮助你保持平衡。这样你就能做到而不失去平衡。你下去，出来，建立身体的平衡，然后再下去，形成一个铰链状，伸出腿，收缩臀部的肌肉。下来，向后，建立平衡，再用手，回去。我希望每条腿至少做5次。理想情况下，你能做到每条腿10次而不失去平衡。第二个动作，我们做一个深蹲伸展。在这里，你要从地面开始拉伸内收肌，这是你腿内侧的一组肌肉容易变得紧绷，这会对你的下背部产生影响，因此你需要将肘部放在膝盖内侧，向外推，以增强对腹股沟肌肉的有效拉伸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动作是用一只手扩展并旋转向天空，这样我就能够让自己在背部打开，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并获得一种被称为胸椎扩展的效果。这就是你上背部的区域，往往由于我们面前反复的行为而变得弯曲，最终导致圆肩姿势。在这里，我们要打开，尽可能的伸展和转动。我希望你至少能保持这个姿势至少30秒。理想情况下，我非常希望你能够保持60秒，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越来越有耐心，越伸越远，并且要积极的挤压肩胛骨，帮助你越往后越远。你会看到，从你开始拉伸的时间到结束时，你会伸得更远。从你开始拉伸的时间到结束时，同样，我也想在另一侧进行锻炼，打开并保持平衡。这就是第二个动作或运动。现在第3个动作将更多的锻炼你的下肢力量。我们要进行一种叫做相扑姿势的动作。这里有2种变体可以选择：再次下蹲，张开双脚，像相扑选手一样下蹲到这个姿势。初学者版本是保持你的肘部靠在大腿上，这实际上会有效帮助你维持这个站立姿势，但你会感到大腿前侧开始发热，这是很正常的，这种感觉是好的。但你能承受这种感觉达到60秒钟吗？在理想情况下，你应该至少能坚持30秒，或者逐渐增加时间和强度。同时，我在打开我的胸部，努力保持挺拔。更高级的版本不仅仅是坐着，而是进一步加强胸椎的伸展，确保你背部的这一区域保持灵活而健康。从这个位置开始，一旦我准备好，你需要交叉双手，尽量向前伸展并向上，尽可能高。你会看到，这实际上会创造出你现在可能缺失的上背部曲线。当然，我能够坚持60秒，但首先我们应该从30秒的最低要求开始练习，然后我们再要下到地面。
建立一些上半身的标准，以确保我们不想失去的东西可以得到保持。因为所有这些训练有一个道理，要么使用，要么失去。你可能会觉得现在这些动作完全不可能，因为你早就认为它们根本无法实现，所以你要像这样下到地面。好的，我们要做一个标准的俯卧撑，双手稳稳放在肩膀下方，就像这样，双脚并拢，保持身体直线，收紧臀部，开始做俯卧撑。好的，看起来很标准，手肘完全伸展。从这里缓缓下来，滑动双手，收紧臀部，抬起大腿离开地面，然后抬起双手。这将有效地锻炼你后练的所有肌肉，而这些肌肉很快就会变得虚弱，因为我们通常不太关注它们，因为我们看不见这些肌肉。所以你抬起，下来，把它滑回肩膀，做俯卧撑，下来。诺夫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种令人惊叹的全身俯卧撑，不仅有效锻炼了前侧的主导肌肉，还很好的平衡了后侧和内侧的肌肉群。你需要做的就是锻炼非常重要的髋部力量。我们所说的是前额面的髋部力量，这意味着一些简单而有效的动作，我们称之为减方打。我侧躺着，想看看我能否抬起我的腿。看起来很基础，似乎是你生活中做过很多次的事情，但不是这样。当你想测试你的外展肌力量时，这对于保持平衡非常重要，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你需要针对臀中肌。做到这一点的方法是先将脚指向地面，像这样。为了做到这一点，我需要将腿内旋，从那里慢慢向下滑动你的腿，向后伸展。不要失去脚趾向下的优雅姿势。我们快到了，现在尽可能高地抬起它。你应该立刻感觉到髋部有些抽筋，这就是臀中肌。这个肌肉如果出问题，就会导致背痛，会导致髋部力量不足，可能会导致髋关节过早退化，因为你没有保持适当的肌肉力量和锻炼。我希望你能保持这个姿势。至少保持30秒的时间，逐渐增加到每侧60秒，这样可以让你更好地意识到自己在其他方面的放松程度，因为这个过程看起来非常简单，但对很多人来说，没有那种强烈的收着感是非常困难的。如果你想一次性解决许多问题，特别是如果你已经感到下背部疼痛，建议你看看我这里的这段视频。超过4000万人通过针对臀中肌来解决了他们的下背痛。如果你觉得这有帮助，请尽量分享给更多人，因为我们都需要保持这5个锻炼，以维持我们的健康和长寿。好的，大家再见，确保点击订阅并开启通知。完整课程请访问下一个网站。再见。